呃，说这个技术路线。其实说到这个技术路线啊，挺有意思的。最早期的时候，特斯拉是最早做这个辅助驾驶也好，自动驾驶也好，做的最早的。他做的时候就刚才说了嘛，2015年、16年就开始做，就有。我当时在北京那个还试过这个 AP 在路上，这个情况。太贵了，当时那个 Model S 100多万，当时算下来选一下100多万，没买。所以说这个它的路线从10年前开始就已经是这个和现在一样了，就没有变过，人家就是摄像头的位置没有变过啊，变了一次，这个摄像头这个地方，现在是变成了2个，以前是3个，现在变成2个。就是为什么4.0这个硬件变成了2个呢？是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3个，因为那个3.0的时候那个摄像头是120万像素的，它看不远，就像素低了嘛，你看不远，就跟我那天讲那个激光雷达的，为什么激光雷达不行啊？它像素太低了，它分辨率太低了，它只有20万，它看不远，它看到200米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就成不了像，100米之外都费劲。因为像素太低了，就是你想，你拿一个30万像素或者20万像素的相机，你们有那个老的诺基亚吗？你拍一张照片，你看超过几十米没有东西，明明就有，为什么没有东西？没有，它看不见，就像素太低了，看不见。就是那个啥也是一样的道理，激光雷达也是，激光雷达目前最好的激光雷达是20万像素的，它是192线，宽是1000多少线，就是能理解吧？你乘一下嘛，不就20万吗？最多20万。那特斯拉这个120万呢，它之前能看个300多米、200多米，但是你到了这个 AI4 这个硬件，它能看450多米，为什么？就是它像素高嘛，就是你像素高，你这个摄像头就没必要。它之前是3个焦距，3个摄像头嘛，3个焦距，广角、中焦、长焦。就看得远嘛，但现在像素高了，它没有必要加那个看得远的了，它够了呀。它一个长焦看远处，一个看广角就够了，所以说它取消了一个。但是这个跟那个是硬件提升了带来的一个取消啊，后来又加了一个，现在这个换新 Y 这个保险杠下面加了一个摄像头，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它这个是什么必要？比如说你自动驾驶，你后台要实现这个无人驾驶嘛。比如说你把车停到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你要走，如果前面有个孩子呢，趴在这个地方玩呢，那他不知道，他看不见，他目前的摄像头就是我们这个看不到怎么办？你看他过路口这个谨慎，就是要观察这个有没有车出来，看不到怎么办？看不到不敢走啊，因为你有人的话，我们上车就确认了呀，没有人，是不是啊？就可以走。为什么我们学驾照的时候说，哎，你那个上车之前要围着车转一圈，首先看看轮胎啊有没有气啊有没有问题啊，再去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是不是啊？有没有小动物啊？主要是看这个。那他如果没有这个摄像头，那他没有无人驾驶了，你怎么样去办？没办法，只能是这个保险杠加个摄像头。那我往前开，我得看到啊，是不是啊？或者往后倒有摄像头，往前开也得有，左侧翼子板就周围都能看到了，这就行了，这就完美了。但是我们这个焕新3刚开始那个宣传的时候有，后来上市没有了啊，这个有点坑爹啊，这个能不能往上加不知道，反正这个加应该也好加，它那个电脑是一样的嘛，就是这个多摄像头的多一个少一个的，其实当时设计都是有预留的，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加的。哎，这个好窄啊，这个刚才那个车那边那么远，这边他就不知道往那边靠一下，吓死人。咱们这太近了的，但是也没事。你看人开车都要压线，我开这个地方也要压线，因为这个地方很窄，尤其是在那边开，它你看都压线，你看见了吗？为什么呀？就这个路太窄了，如果你不压线也行，但是离那个护栏这么窄，就感觉好危险，就一不小心就歪过去的感觉。是我这种山路我经常开的，重庆这种山路很多的，我不大敢那么开，不大敢那个不压线开。
但是他这个就没问题，我在那边走也是没问题，他也不压线，但是一般人开很难做到不压线。哦，他好像没识别还是怎么样，是吧？反正速度有点快，我剪了一下吧。说啥呢？那边没听见？外边喇叭啊广告啊！刚才这个是个问题啊，它有的时候能识别90%的能识别。刚才的一个我感觉是它要往上撞，没有识别，就有一些问题吧。所以说它不是无监督嘛，这是它的一个问题。这个我没有遇到过。高速上也遇到过，高速上有一次跑到30、40过这个杆儿，但是那个杆儿抬起来了呀，抬起来了就过去了，我有点怕。有一次那个，这一次这个也算是有问题。还是对这种就是突然空中一个杆儿的，就是有点问题。你从外面往这走，它就能看到，为什么？它不一样。从外面往这走，它这边有个这个东西，然后上面有个杆儿，它就能看到。刚才这一个好像就是马路中间横了根杆儿啊，它这个就不行，就是也是分情况的。我之前有个视频，我那个发了，好像发你们看了吗？就是测试这个，它识别不了。那个就是突然有一根杆儿的，就是如果有个这种闸机的这个主机在这边还好一点，就没问题。没有的话就不行。这个大拐弯，大回头弯。你看他拐过来之后要观察这儿，你看那边来了个车，但是离这有点远，没事过来观察，这是一定要这样的，因为你可能直接刷过来了，你还觉得他哎呀好厉害好牛逼，但是那是蒙啊，有没有车你不知道，是不是蒙上的，挺吓人的。哎，讲到哪了？刚才讲到那个路线啊，技术路线啊，就特斯拉这个摄像头这个位置是没变的，增加了前保险杠的。是后面更高级别的无人驾驶去准备的，但其他的这些摄像头角度啥的都没变，就是像素变大了。就是你想啊，它现在使用的数据就是通用嘛，3.0和4.0都是这个模型是通用的。最早的时候就去年才这个4.0才开始启用的呀，最早使用的都是3.0的，4.0使用的也3.0的数据。现在3.0看出来就不行了。你看这个摩托车要往这儿过，它能过来就不会去减速或者怎么样，不会去害怕，因为它能计算这个摩托车就是往这走这个轨迹，我走的速度，它根本就撞不到我，就没有什么风险。它这个比人开的那个计算的精准。所以说马斯克这个路线，人家走的是从头到尾都是这一个路线，没有朝令夕改。你看咱们除了这个特斯拉吧，其他的都不行，都没有一个明确自己的一个路线，朝令夕改。今天是摄像头，明天加激光雷达，啊，这马上又准备把激光雷达去掉，啊，要开始高精地图，后来又不使用高精地图，所谓的无图啊、轻图，你看，就是这些东西。你搞的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啊，那个小鸟汽车，小鸟呢，它那个之前有很出名和特斯拉是有纠纷的，就是特斯拉呢，就是有一个工程师，一个华人工程师，偷了特斯拉的代码，然后呢，去了小鸟去任职，反正那个马斯克的意思就是你使用了我们这个代码。是吧？但这个人弄得很，你看他那个刚才怎么样？你看就这个车走，他不走，为什么？因为他看着灯没有变绿，他不走，他不是跟着车，不是说哎你这个车走，我也跟着走，他不是，他要确认这个灯啊，他看到了啊，是这样。如果识别对的话啊，当然现在有很多情况识别不了。哎，这下雨吗？这是？刚才不还有太阳吗？下雨点儿。下雨了。刚才没有喷水的吧？刚才，有点阴天。哎呀，所以说那个，你这个就朝令夕改就不行啊！哎，当时那个
小鸟汽车这个那个破七，它使用的这个摄像头角度啊，这个整个的差不多都是模拟的这个特斯拉的，技术路线也差不多。然后当时咱们都知道嘛，就是 FSD 之前不就叫 AP 嘛 ，AP、EEP，AP 就是车道保持，然后 EEP 是能打灯变道或者在高速上能自主变道，都是依赖车道线的，无法实现自动驾驶，那级别很低的。你要说自动驾驶这些啊，你想都别想，不可能。你要以 AP 的标准去评判这个自动驾驶，特斯拉自动驾驶，那完全你实现不了，就觉得很 low， 你特斯拉很 low， 你摄像头很烂。其实我跟你说啊，不光我这个识别对了，这个红绿灯，这个左转的一个灯是变红了，就是当时那个时间点啊，刚好是我记得是2020年，出现这个偷代码的事件。然后接着马斯克好像起诉了，或者后面判了呀，判输了呀，因为这个事是实锤的，他确实偷了。那偷了他给谁呢？他说没给别人，那这东西给没给，反正是去小鸟上班去了。所以说他那个小鸟和那个特斯拉就结下了这么一个梁子，不对付。然后呢，就他说他认为自己厉害。就是小鸟认为他自己厉害，因为那个时候2020年他就准备使用激光雷达了，准备使用激光雷达加高精地图这个方案去做这个自动驾驶。然后呢，特斯拉就一直使用这个摄像头嘛，他也没有而且就从始至终马斯克都说那个摄像头是个那个就行了，然后激光雷达是个拐杖，就怎么样不行。就是点到为止说这个，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激光雷达到底什么问题，后来我了解了，激光雷达那个东西太烂了，太弱了。你看这个地方这个怪，这地方是个实线，而且你要到这个右转道必须走这个实线，这临时是施工的嘛？怎么回事？你看它这个减速很好，几乎没有减速，他就知道这种状态。哎呦，他要压线过去啊，我让他压吗？他压线超他，我先不让压了吧，好吧？其实，不压也行，前面过是不是也行啊？也行，但是他想压，这地方为什么画了这么长的这种实线，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就不让你过？不都是直行的吗？但是过不过都无所谓，倒是直行都可以。他这有点抽风，有点那个他想自己过去，有的时候就是你明明直走就可以，他想压线变到过去，好像就让你说，就让你看，我就想压线，你咋办我？有那种感觉。再说那个小鸟这个不光小鸟啊，它是有小鸟为代表的这个，绿灯是2、1、0、3、2，还有2秒，它黄灯过来了，但当然人都过啊。就是这个，我觉得是过。如果你那个还有2秒就那个变了黄灯，你要刹的话，刚才那就是就是100公里急刹的感觉，那对人就不舒服。所以说黄灯是一定可以走的，不然的话你把黄灯取消，一定可以走的。你如果不能走的话，我刚才跑到60，还有2秒，你变成了红灯，我怎么办？变成了黄灯我怎么办？那肯定是要过去的。黄灯就是让你这一个时间段的人不要去急减速就过去。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对向黄灯的时候，对向肯定是红灯，这个你放心如果说你说闯黄灯，说对向说红灯要撞，那是对向闯了红灯，放心吧。再说这个说回来这个，反正咱这个还有20多分钟到家，咱们就慢慢的聊这个东西嘛，是吧？就是他准备使用激光雷达了，然后特斯拉没使用，他就在他们2个人互怼。就说他说你偷我代码，他说我们怎么没偷你的我们那个比你们强，我们要那个马上把你自动驾驶把你打的找不到北，还找不到西就是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段子你们搜是能找到的，这个互联网都有记忆，就是这么一个怼。其实我跟你说小鸟他不是一个那种说大话的人。其实，开始那个时候我不是很了解，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不是一个说大话的人，就是他说话其实还是挺靠谱、挺严谨的。这个小鸟，这个车企这个老板，这个小鸟，这个小鸟和小鸟，
这个我觉得人还是挺厉害的，但是呢，厉害归厉害，但是你得看和谁比嘛。就有的时候我们去玩那个玩游戏啊，我说我本身很厉害的，为什么还打不过对方？其实你很厉害的是，那对方更厉害，就是厉害和厉害的高手和高手过招，你看不出来谁更强，就是这样。但是你很厉害了，你的对面的高手更厉害。那你显得你不厉害，不代表你不厉害，是你不如人家厉害，确实是这样。人家首富嘛，世界首富确实有能力，没有能力忽悠到首富的呀，不可能啊，是不是啊？忽悠的，你看那最近那个啥车，那个不跑路了又，是吧？又完蛋了，忽悠了一笔钱就准备跑了，就走了。他忽悠不了太多啊，忽悠不到首富，只能是忽悠一部分钱跑。这个时候小鸟就准备上激光雷达了，应该是准备上了。但是呢应该是2020年，这个时候呢，特斯拉呢直接推出了 FSD， 就是首次推出 FSD， 在美国推出，那时候叫 V8 点几还是 V9 啊？那时候这个预览是那人画的，就是虚线的，车是个虚线的框，人也是个虚线的框，就是那种雏形，就像人打了个草稿一样那种。最早那种那个不大行但是呢，当时一看，全世界都呆了，都在笑特斯拉这个自动驾驶根本就不行的时候，根本无法实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哎，它实现了自主停车、红绿灯，就是城市内自动驾驶，但级别不高啊，就是碰撞风险很多。你比如说，有的时候那种柱子，桥底下的柱子，就桥下面不有柱子吗？它有的时候往上撞，它看不见，他搞不明白啊，所以说那时候确实是不咋的啊。就是这东西一发布了，没同时吧，几乎所有的企业啊，魏小李，所有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部宣布加入激光雷达。就是他发现，虽然那时候那个 FSD 还不行，但是他们就发现了，我靠，原来人家视觉还能干这个，原来人家摄像头还能干这事儿。咋办？我们能干吗？我们不能干，那我们怎么办？换路线，那时候就加入了激光雷达加高精地图，都是这个方案。后来发现这个方案走不通啊！我那个母音里边置顶视频里边，5年前我发的，2020年我发的这个，我说它走不通的，这个激光雷达加这个高清地图是绝对走不通的。就是我5年前的我的见解和现在其实出入不大，但是多了一些东西我当时看不到的，但是整体的意思是区别不大的，就是大意是一样的。我说它为什么实现不了，为什么只有纯视觉能实现，包括我今天我往外走拍的视频我说的为什么无保护左转只有特斯拉能做，其他的所有的激光雷达方案都做不了，为什么？你们可以看那视频啊，这里我就不讲了，不说了。当然我那个也不权威啊，就是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然后这时候小鸟破七宣布停产，新款加入激光雷达，新出的没说停产，反正就放弃了，就你之前的这种摄像头方案放弃了，说明什么呀？你不管那偷代码的你给没给你代码，你请这些人，你请这个团队，你搞这些代码，你花了多少钱？你研发了多长时间？白费了，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你走对吧？走这儿，这边，对，内环。你比如说就跟你找了个对象，你想娶她，你想娶她，你会投入啊，给她买个车，给她买个房，给她买吃的买喝的，是不是？你舍得花钱呀，她是你的呀，是不是？你想和她结婚呀，是不是？你就付出啊，甚至你的都给她了，我就爱她，喜欢她，是不是？那你就想做这个东西，就跟他做这个产品一样，我就想做好，你不就得花钱付出吗？花钱搞吗？
我搞好了之后，我拥有这个东西，是不是？但是他怎么搞的呀？放弃了。就之前你找个女朋友，你给他花了很多钱，哇，又偷又抢的过来，最终说这个女朋友，要不然这女朋友不要他了，不跟他了，不嫁给他了，或者说当然不是啊，是他不要了，他要换一个，而且换那一个还不是个啥还不知道，他觉得更好，但是之前花的所有的心血，所有的努力没了，白费了，无用功，朝令夕改。那个时候是小鹏，哎，不能说小鹏啊，小鸟破7这个车上市不到半年，放弃了，就放弃了。你想吧，你这谁你受得了啊？你包括国内的某客，2025年春节之后买的车，哎，没过几天成了老款了，而且不支持最新的智驾系统。2025年4月成了新款了，这就是朝令夕改。而且他那所谓的那个2025年过年那个新款出了才2-3个月，又过了1-2个月又改了一个模式，这就是怎么样？他们没有个技术路线，没有个能力研发，自己要怎么走都不知道。当时是想这样走，后来又变卦了，又那样走。你看现在特斯拉这个2016年的买了这个车，国内还没有推这个那个 V12啊，这个那个 HW3 这个硬件还没推啊。如果推了的话，在国内推了的话，就是你10年前买的车，现在还有这个就这个级别的自动驾驶，这个就很厉害啊。10年前啊，你这数码产品啊，是不是？这就很夸张了，就是人家10年前就能想到我要运行这个。我跟你说啊 ，V12.6.4 在美国好像是 HW2 都可以运行，就是那个 2.0 硬件都可以运行， 3.0 可以运行，但是 3.0 目前运行不了 V13， 我们这个现在是 V13， 但是他们说差距其实也不是特别大，差了就是反应速度差了一点，观看的距离差了一点，但是也不是说不能用，也挺好的，但是肯定不如 V13啊。咱们马上要 V14了，估计啊，V14 听说是这个腾讯大模型，期待一下吧啊，期待一下。哎，但是先把倒车给我好不好啊？倒车也没给我，哎呀，倒车还是挺有用的。你看他放弃了所有的魏小李，那这时候，哎，幺零先杀出来了。幺零先当时还没杀出来，还不行。2020年还不行，还没杀出来。然后后来呢，出了一个事情，就叫特斯拉的 ARD。ARD 呢，就是ARD 是干啥的？就是它是一个招人的，就是招人才的那么一个会，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技术的一个会。就是我们做这个东西啊，招这些人才啊，去做个技术。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2021年，2021年的时候，特斯拉就那个版本到了 V11 了，就是 V11 版本，就是端到端之前的那个版本。其实在美国开的已经非常好了，那个已经非常好了，经过了1年多的那个迭代，已经非常好了。那个时候他开了个 ARD， 开了 ARD 之后呢，他把他的那个 V11 的技术路线，什么占用网络呀、BV 呀这些东西，都给你讲透了。然后所有的车企都加入了，这个时候，这个肯定是那个姚领先是100%加入了啊，他是加入占用网络了，就是说白了，你不就是跟着他们后面走的吗？也可以说是借鉴，也可以说是模仿，然后就是青出于蓝了嘛，我们就超过他了嘛，超越了特斯拉嘛，是不是啊？就我们当时还想，我说特斯拉好厉害，我操，把这个占用网络这些那个技术性关键性的问题技术都给你讲出来了。然后讲的透透彻彻，手把手教你怎么去使用，怎么去做然后所有的都去做，都跟着走，有一个算一个的啊。自动驾驶这个国内这些都是使用的这个技术，包括遥遥领先，包括现在遥遥领先的什么3.0啊、3.3都是还是这个。但就是我们想，你特斯拉你怎么这么大度啊？你这
你这个竞争对手天天遥遥领先你，你还那个把这个技术公开了。哎，没想到啊，他公开这个东西的时候，人家是不想要了，就是让你去玩的，就让你们共同去玩这个东西，不要不玩了，共同去玩这个东西。然后人家接着23年吧，接着出来，你看这个人压线过来，你急啥呀？你过来再变道呗。就是23年端到端出来了，端到端出来了，搞了半天人家是要玩端到端了，这东西不要了才公布出来的。笑死了。你现在马上 V14又出来所谓的通用大模型，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想象不到的，知道吧？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加入啊。我个人想的是这个所谓的通用大模型啊，它要认字、认牌子。你看那边车道什么汇入前方100米，认这些啊，认这个车道6，哎，车道6，你看重庆这个特色，一个车道一个灯，认这些啊，认这些什么，这不是单纯的那几个小模型、小标志，就所有都认。哎，这个地上小客车道都要认，就跟人一样识字，不管英文。当然，他如果认了这个英文和那个中文啊，还有法文啊，还有那个什么俄罗斯，这个都不重要，这个就无所谓嘛，给他个包不就行了嘛？给他个语言包，他不就知道了吗？是不是？对于这个电脑来说，这个会一门语言，这不跟1秒钟就会了，是吧？哎呀，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往回走这条路没有意思，你知道吗？就那山上那一段还可以，往这走这内环快速路，咱们就聊点天吧，好吧？聊点天吧。你这个技术路线走的不对，你就之前的投入白投入了呀。我现在就很担心这个自动驾驶投入了这么多，其实我跟你说，最终活下来的1-2家，1家或者2家做的都很好。可能2家存在一个竞争，最终都会完蛋。因为他肯定不可能说所有人都做好了，你做不好，投入不可能那么大，那么高。哎，这不一个破七。你不可能做的那么都做那么好，投入太大了，这东西花钱呀，这东西。你看几千人、上万人写代码，不是多少钱？这些写代码的人他又不是普通人，他收入都比较高的。这个投入太大了，特斯拉不是啊，特斯拉都开了吧？现在特斯拉搞个端到端，他妈的他不怎么需要这个人，需要人少。之前不都开了吗？我们都调侃我说特斯拉这个 FSD 推送特别慢，主要是因为只要就3个人，一个马斯克负责在外面吹牛逼，我们吹哎我们多厉害多厉害，然后有一个那个在写代码，在那个制作软件这方面。还有一个是干啥？打扫卫生啊，端个咖啡啊，是不是？干这就是3人，我们调侃他人少，调侃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很重要啊。人家从10年前开始走不变，你记得吗？有一个其实，哎呀，我说有些人这个脑子好像就好奇怪的一个思维，就是脑子不转，就很那个啥，很这个。然后呢，就是有一个画面是这样，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双手放在这儿，就是然后很简单几个路口，左拐右拐，等红绿灯，然后去上班。大约有个1分钟快放的那么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呢，你要放在现在的话，那不跟玩一样，那我就这样不就行了？但是那个视频当时是特斯拉做的，然后就有人拿这个视频去黑特斯拉，就说特斯拉就是作假。不是，哥们儿。人家那个视频是广告，是我们期望有这么个自动驾驶，要出现这么个级别的自动驾驶，我们以后要这样出行，那是个广告，哥们儿，那不是特斯拉宣传说我们的车已经这样了。那有人拿着这个说作假，我操，哪一个广告不是作假？你就说哪一个图片不是作假？你就说那个咱们所有的广告图不都是假的吗？是不是啊？那不都是假的吗？不都是，要不然是动画的，要不是啥的。要不是 CD 做的，是不是啊？就拿这个事说事也挺有意思的。所以说想吃这个东西啊，这个愿景现在你看实现了。你看咱们如果他不压线不违章，我现在都想不到我为什么要接管。上次有个哥们儿那个坐我的车，他说你什么时候接管？他是个小鸟的那个车主啊。他说你什么时候接管？
我说为什么要接管？然后做完之后惊呆了，惊呆了，确实是惊呆了。而且他最主要是感受很舒服，感受他这种加速减速这种感觉很舒服。但刚才他现在变到这个道我就不大理解，你变到这个慢车道后面干啥？快到了啊，咱们几分钟到了。所以说这个技术啊，几分钟到了，他要下去右侧吗？不是啊，这个不好，这个走的，不管他。他又打右转向干啥？哦，他没看到，现在发现这边不能走，他是想从右侧那边走，是不是？他不会看地图，会看地图他不至于，知道吧？哎，我靠，我那个车道节呢没有了，怎么？关了？没关呀，没有啊，这一段没有吗？哎，奇怪。你看现在又开始搞什么？特斯拉搞完，人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特斯拉是无图嘛，人家不做图，不搞图，就跟人一样，我看着路驾驶，搞自动驾驶，然后都在笑什么呀？这帮人不都使用了这个激光雷达加高精地图嘛？他们就笑特斯拉没有高精地图，你没有高精地图你怎么行啊？你根本就不安全呀，你在路上跑的不好啊，是不是啊？就跟那个萝卜快跑啊 ，vivo 啊，美国这些那个谷歌的这个无人出租车呀，这些它不都是那个啥吗？不都是那个激光雷达吗？激光雷达怎么样？它上面一个大雷达很大，在车顶上旋转的，它360度都是激光雷达。咱们国内的搞个啥？一个激光雷达在前面，朝前看，左右不管了，睁眼瞎，爱咋咋的。你撞我，你别你活该。你这样搞，你懵，过路口看不见，它只有激光雷达看前面，左右看不见，它左右摄像头看见了，摄像头没有决策权，摄像头没有决策权，你必须清一个的，就跟你一个单位里边一个领导，两个领导，你只能清一个领导的，两个领导他让你往左，他让你往右，他让你刹车，他让你踩油门，你听谁的？你肯定说，那你们两个领导统一了意见再找我吧，是不是？他们现在就这样，所以说他们的领导是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只能就他妈的就只能看前面，他不能看左右。我们人可以左右看，他不能看。你在这无保护路口，为什么他不能走啊？他只能看前面，无保护你要看后面呀，看左面呀，看周围呀，你看不见他等啥？所以走吧那。摄像头是看见了，摄像头没有权利，没有权限，他没有能力，那摄像头是很弱的，打工的，没有能力，就小图。只能形成这么个预览图，他没有决策权，他不知道这都不行，级别不够，级别够的话，你要激光雷达干啥？所以说激光雷达要做一圈，必须一圈，最基本的，前后左右必须有至少4个，要全覆盖的话可能还要多，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技术路线，我跟你说啊，你看朝令夕改的，怎么搞？没法搞，现在又开始吹，我们也要用无图，有些车企我们现在已经不用那个激光雷达了。你看，小鸟还是小鸟，新出的车激光雷达又去了，你看这朝令夕改的。哎，我们走这边对呀，走这边，啊，对，他也意识到走的这边不对，打到这儿，哎，没有啊，走错了，你看。走这个道前走的都对，算了，前面掉个头吧。现在咱们也快到了，走错了一个道，应该是走左侧那边过去进。他这样的话就前面走还要走个1公里去掉头，知道吧？哎，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就聊这些吧。反正就是你技术路线走的就不对，你技术路线走的不对，你这个东西朝令夕改的。怎么能行啊？你别说，你说10年前买的特斯拉还能用自动驾驶，你去年买的车，你今年都不一定能用，知道吧？你看，我之前听他那个赛利斯说，那个要把已经卖出去的车，给你花3万，花几万，给你加上3个激光雷达，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就这么个视野，它不行，它两边得加上。你看，这就技术路线就在变，走不动，你就朝令夕改，你这样不行。你开始设想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瞄着无人驾驶 L5 去做。他又想去右边吗？不是，这个就不对。你看，你不要变到右侧，你变到左侧直接走就行。咱们在这掉头，走的就不好。我还以为他要变右边呢，我想接管还。哎，所以说那个你这个硬件这一块一定不能动的，不能变的。特斯拉的 HW3 呀、AI3、AI5 啊、AI4 呀，它就是算力不一样。你看这边过来是没有车的，没有车它不会等，它看见了那边，看到那个车稍微让了一下，但离得比较远。但如果这边有车在走，它看见了它会停下等那个车过去，它能看到啊，就是它有权，它摄像头就看到了呀。他看到他就知道，他所有的决策都是摄像头的，他没有人和他抢，说是哎你走，你怎么不走？你激光雷达呢？就往这儿看，看吧，就往这儿看，看不见那边，咱们往这儿走，这侧后他看不见，他只有摄像头看见，这是最大的问题。那好多人说你其实很简单，你说我走到这种路口，我就慢慢的减速或者停下来不就行了？他为什么不停？你说他为什么撑出去？因为你停了也没用，他看不见，这是最大的问题。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不权威啊，咱们就是瞎聊啊。至少你一圈都有是对的，是不是啊？所有的都有。路权，咱们在主路上是路权。刚才出来那个，你看我之前那个视频就刚才那个道出来的，刚才那个道出来他就要停车。你看刚才那个人也是停在那儿观察，这就是人类开车，正常的都是这样。他人类开车就是要停在那儿观察这个主路没有车了，有空隙了，保证安全再走。主路你也要防御这边，但是不是主路要做的，说实话，你不防御直接走也行，但是呢，确实就是这样。如果说出了问题、出了事儿，还是那个支路出来的，是负全责的。你出来之后不能冲出来，你看那刚才说那些车，就刚才的路唰冲出来了，你怎么敢？是不是啊？不敢。好了，我们这就到了前面啊。前面到了，这个就聊这么多吧，好吧，就聊这么多吧。好，谢谢大家啊。朝令夕改的，你让人家买的车，是吧？现在你看那个特斯拉3.0的那些用户就不给他推急的，哎，也就是肯定是能推的，说实在不能推，给他那个啥嘛，是不是啊？就给他换那个4.0硬件嘛。那地上一个盒子，它识别出来了，你看一小盒子，你们能看到吗？不知道，识别出来刚才地上的小盒子。好了，我去取快递。